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上一期讲了安陵容一曲金缕衣，真正获得圣宠。讲了金缕衣，就不能不讲后面的连锁反应——浮光锦事件。从亲密无间的好姐妹，到势不两立的仇敌，甄嬛和安陵容之间关系的发展、演变，令人唏嘘。而浮光锦事件就是这段关系的分水岭。胖妮之前也针对浮光锦事件有过分析，有从利益层面来衡量得失的，有从思维、格局方面分析强弱的。而今天，我想从情感、情绪层面来讲一讲甄嬛的自我拉扯和安陵容的情感饥渴。在上一期影片中我说过，甄嬛将安陵容举荐给皇上这件事儿，她自己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侍眉庄几次三番说扶持陵容，并从弦乐阁递出血书，夸大了甄嬛面临的压力和危机。举荐当天，安陵容将甄嬛赠予的素锦绣了花样回赠，口中说的是陵容觉得与其绣一枝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，期盼皇恩，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，得享雨露恩泽，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。安陵容的话都递到这了，甄嬛也不能没有表示，于是她为安陵容打扮，带她到园中高歌。从理智层面来讲，甄嬛扶持安陵容是对的，但在情感层面，甄嬛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。在皇上夸安陵容嗓音美、人清爽的过程中，甄嬛提着一口气，表演贤惠、大度，表情管理到位，可谓滴水不漏。但是当她带着安陵容离开，苏培盛从后面将二人叫住时，甄嬛的惊喜之色瞬间挂上了眼角眉梢。她大概会错了意，以为皇上会像之前那样翻了齐妃的牌子，中途又去看她，翻了华妃的牌子，半夜又出现在她床边一样。这次虽然夸了安陵容，却还是放不下她，想让她回去作陪。没想到苏培盛叫的是安陵容，当时甄嬛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。安陵容离开之后，她不但以丝绸、海棠自比，还泪流不止。这是甄嬛第一次对她和四郎之间的感情有所怀疑，原来自己并不是这和宫妃嫔中极为特殊的那一个，当初风头无两的她，今日也会被别人分宠。后面连续几天，皇上夜夜让安陵容作陪，此种情况下，安陵容来见甄嬛，不管她带了什么礼物，说什么话，大概都不会得到积极回应。这是甄嬛在浮光锦事件中的第一重自我拉扯。而甄嬛的第二重拉扯，在她和安陵容的对话中。甄嬛这个人非常非常骄傲，她这一生虽然轰轰烈烈，与很多人接触过、互助过、合作过，但真正入眼的人却很少。温实初家世不差，业务能力了得，甄嬛却从来没有把她看成和自己平等的人。静妃坚韧稳重，但她那些不合时宜的小算计让甄嬛看不上，因此甄嬛对她的最终定位只能是下属以及爱女的养母。新贵人也算有勇有谋，但从她主动来找甄嬛做小伏低，请求加入团队那一刻起，她对甄嬛也只能唯命是从。甄嬛真正爱过的男人，无论是皇上还是果郡王，都有他人不可企及之处。甄嬛真正能够称为姐妹或是合伙人的人，无论是眉庄、端妃还是叶澜依，都要能甄嬛所不能，具备甄嬛不具备的优点。安陵容显然不足以被甄嬛当成姐妹或合伙人看待。她举荐安陵容成为皇上的新宠，交换条件是把控关系的主动权，就像皇后对齐妃、华妃对曹贵人。但安陵容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掌握自己的人生，虽然这个目标直到死都没实现，但她从未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浮光锦事件中，两人有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。安陵容问：姐姐怪陵容吗？甄嬛回：是我一力促成的，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？一力促成4个字，强调自己在安陵容承宠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。安陵容显然不满于自己承宠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局面，因此他又说：若是姐姐有丝毫不快，陵容便不再见皇上。言外之意，我虽然无法让皇上宠我，但我可以通过避宠来让皇上不宠我，主动权还在我自己这里。甄嬛这时表情有些尴尬，评价道：这是赌气话。之后她语气稍微平和，打趣：
怎么说我也是半个媒人，哪有新娘为了媒人的缘故不见新郎的道理呢？甄嬛在主动权之争中的自我拉扯，其根源在于太过年轻。因为年轻，又读了一些圣贤书，她理想中的自己是品格高尚、待人平等的。面对自己性格中的强势甚至是势力，她无法坦然接受。所以当她评价安陵容这是赌气话之后，有一个语气变得和缓并打趣的过程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宽容高尚的人设。其实这个自我拉扯的过程，甄嬛很辛苦，直到去了甘露寺又重新回宫之后，甄嬛才能坦然接受自己性格中的强势黑暗的一面，减少因为拉扯而形成的内耗。为什么胖妮多次在影片中提到安陵容背叛甄嬛绝非偶然？因为两人的行为主导类型不一样，甄嬛是理智脑，而安陵容是情绪脑。从甄嬛的角度上来看，安陵容的小情绪显得极为多余，这些情绪不仅会拖慢前行步伐，而且很容易在对关键问题的选择上产生误导。所以安陵容每次要和甄嬛谈情绪，甄嬛总会打断她，或者抢过话头，把话题绕到时事利益层面。就像安陵容刚进宫的时候被夏冬春欺负，其实她是很想和眉庄以及甄嬛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的，但是因为骨子里的自卑，她只是用试探的方式说了一句我不理他，我只管和姐姐们说话。这时如果她对面坐着的是如意一样的情绪脑，会瞬间 get 到她的那个点，只需问一句你这样说是不是夏常在经常欺负你啊？安陵容就会滔滔不绝地和对方分享自己的情绪。对于情绪脑来说，把负面情绪释放出来，烦心事就解决了一半。而甄嬛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送钱、送物，甚至送下人。站在甄嬛的角度来看，她的做法一点错都没有。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能顶饭吃吗？还不如给安陵容实打实的帮助。但从安陵容的角度上来讲，她也知道甄嬛对她好，但是因为情绪没有得以释放和共享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更进一步。同样的场景还发生在丽嫔被下封之后，当安陵容和眉庄喜气洋洋地诉说着胜利后的喜悦，安陵容甚至在这坦诚的交流中解开了之前被眉庄误会心狠的心结。甄嬛却打断两人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小允子快把行头烧了吧，在浮光锦事件中也是如此。安陵容也知道甄嬛会因为自己分宠而心有芥蒂，刚进碎玉轩又被浣碧甩脸子摔茶盏，于是她试图和甄嬛针对情绪层面做一个沟通。姐姐怪我吗？在情绪脑看来，你有负面情绪不要紧，说出来就好多了，你说出来也是对我的信任。但甄嬛马上否定了安陵容的猜想，转而又去讲道理。安陵容会觉得甄嬛的姿态是在拒绝沟通，可是甄嬛自己并不觉得，因为面对这些怪谁呀、怨谁呀的小情绪，她的态度向来是回避、压制，绝不轻易拿出来和人分享。长此以往，安陵容在和甄嬛的交往中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情感的饥渴。对于情绪脑来说，但凡一段关系中存在情感饥渴，那么这段关系就是很难维系下去的。所以安陵容背叛甄嬛，并不是因为某一件事、某一个机缘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种人。不但出身不同，行为方式和主导类型也不同，彼此都难满足对方的需求。有的小主留言的时候说，甄嬛是强者思维，安陵容是弱者思维。胖妮认为，这样简单的把两人按照强弱来划分是有失公允的。我们只能说，在后宫这种残酷的环境里，甄嬛的确更容易生存下来，获得成功。安陵容难道就没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吗？她这样的情绪脑是天生的搞艺术的好料，唱歌、刺绣这些艺术层面的东西，想要做得好，绝不是有样学样就可以的，需要在其中加入强烈的情感的表达。在婚姻层面，如果没有家庭的牵累，安陵容这样的女孩其实是最相信友情饮水饱的。她们不怕吃苦，不怕受穷，只要对方能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，两人有灵魂层面的沟通，别的都不是事儿。而这样的纯粹的感情，对于甄嬛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毕竟她想要嫁的始终是这世间最好的男儿啊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
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